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论内娱顶级的经纪公司，乐华算一个。但就在本月16日，却传出了危险的信号。了解该公司的都知道，他们旗下的王一博是公司的台柱子，但确实没想到他们会这样依赖王一博。这也再次证明了他的江湖地位。就现在流量小生的格局来说，王一博是领头人。但从去年开始，他就低调不少。有人说他外强内虚，但戏八之后发现他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。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《偶像练习生》这档综艺注意到这个公司的。杜华大手一挥，送了7位素人去选秀，也就是很多人熟知的乐华妻子。最后有3人成功出道。不过公司最早靠的还是韩庚，现在的他也是公司的合伙人。或许他就是爸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韩国某公司在中国选人的时候，3000:1的比例，他都可以入选。后来他也成为了首位在韩出道的中国人。Super Junior 在那时也是大热组合，可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打拼哪有那么容易？再加上一身的伤病，他解约了，也顺势回到了国内。那时相当多的大公司都向他抛去了橄榄枝，可杜华却拿出了股份这个诱人的条件。不过更让韩庚满意的还是公司帮他处理韩国的一些麻烦。就这样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签到了顶流。一年一人赚8位数是什么概念？他给公司挣够了发展的资金，当然还有爱豆出道的经验。杜华也很聪明。此时国内的偶像产业还是蓝海市场，于是他改变了公司的经营模式，开始往偶像团体这个方向发展。2014年，乐华推出了一个叫 UNIQ 的男团，他也不吝啬给团队造势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团没有走红。所以说，那时的王一博还只是公司一个默默无闻的艺人。2016年，公司又推出了一个叫宇宙少女的女团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团也是昙花一现。虽然孟美岐和吴宣仪后来又通过创造101走红，但前者因为绯闻深陷泥潭，后者迟迟拿不出作品。而此时3位从偶练出来的艺人，他们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，并且都在团里活动。近期大火的 BGM、Good Things 就来自这个团体。9% 这个组合几乎成为了内娱选秀的巅峰。遗憾的是，1年多就解散了。此时的范丞丞等人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是唱歌还是演戏呢？本以为杜华的偶像梦破碎了，没想到王一博红了。哈尔滨凭借旅游业赚得盆满钵满后，各省纷纷出奇招。河南不仅用上了美男计，还请来了王一博宣传。评论区的网友纷纷闻讯赶来。不得不说，偶像的力量就是大。王一博这个像白牡丹一样的男人成功吸引到了游客。的确，他的颜值算上乘，但他的舞跳得更好。为此，他还耽误了学业。有一说一，他的确不是科班出身，读的书也少。但是，学历不是检验这个人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，这不能和能力划等号。他真正诠释了努力就可以成功。11岁爱上跳舞，13岁参加全国顶尖街舞大赛，并被杜华直接选中签下。16岁就以组合的名义在韩国出道。这优秀的履历让人赞叹，这个少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优秀。但他的童年也停在了13岁，13岁就离开了洛阳，前往韩国学习。一个外来的没有名气的练习生，除了好好训练，他别无他法。在提起这段经历的时候，他只说了句非常想家。可杜华在一次节目中细致地谈论了王一博这段过往。除了日复一日的练习，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核。可以说，
王一博身上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。好在那时有韩庚这个师兄在。在籍籍无名的日子里，王一博第一次亮相就是当韩庚的伴舞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表演结束的时候特意介绍了这个少年。他当然知道观众的欢呼声是给师兄的，但这也让他开心了好久。从那之后，他更加努力训练，只求能再次登上舞台。2年后，他脱胎换骨了，表现优异的他成为了 UNIQ 的成员。年少成名这一词在王一博的身上有了具象的表达。5人团队中，他的一头银发很是亮眼，洛阳白牡丹的称号就此而来。再加上他的身材也是一等一地好，可以说他具备成为偶像的一切条件。但遗憾的是，那时有 EXO 和 BigBang 等大势团体，他们团没有发展的空间，王一博也没有就此走红。直到《天天向上》要招小主持人，他的事业才迎来了转机。2016年，节目组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，就请来了很多人，王一博就在其中。这17位少年经历了重重选拔，只有舞技高超的王一博被留下了。这是芒果台的王牌节目，有着很大的观众基础。再加上汪涵等前辈对他的提携，观众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位清秀的少年。一些导演也认为王一博的形象好，纷纷向他发出戏约。《人间至味是清欢》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有一说一，演技只能说合格。这也是王一博一直面对的争议，他的演技到底好不好呢？就拿《陈情令》来说，这部剧无论从讨论度还是播放量来看都非常成功。因为题材的原因，很多男星都拒绝了这部戏，比如徐海乔，再比如张彬彬，因为自己刚演完《离境》，他不想再饰演类似高冷话少的角色，于是就辞演了。或许连制片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大 IP 没有人愿意接。在其他人纷纷辞演后，这才轮到了王一博。其实有时候演员能不能红要看运气。这部剧也成为了王一博事业的转折点。原著中的蓝战士世家公子，清冷雅正两词就是最好的形容。剧中的他多穿着白衣，偏偏公子似乎跃然纸上。虽说蓝战很高冷，但他却是个嘴硬心软的人。认识魏无羡之后，两人一起成长，一起匡扶正义。肖战的演绎方式是张扬，而王一博是内敛。在采访中，王一博也说，这个角色的内心戏很多。不得不说，这类高冷台词少的角色不好表达。但王一博就是韩光君，本来就对演戏感兴趣，还有了代表作。此时的王一博决定把事业重心往演员这个身份倾斜。不得不说，红了就是好。他直接取得和赵丽颖合作的机会。遗憾的是，这部剧改编后和原剧本变动较大，尤其是男女主的感情戏删掉了很多。当然，赵丽颖的颜值也是槽点，毕竟那时的她刚生完孩子，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。王一博也是如此，有人就认为他的状态不如《陈情令》。当然，他最大的争议也来了，面瘫式演技。这一点也体现在了《风起洛阳》中。有人说他从头到尾一个表情，这样的双目无神真的不适合出演少年。还有就是原声台词含含糊糊，从头到尾都一个音调。对于这些争议，王一博没有回应，但他没有回避。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对表演有野心。在爆红后的第2年，他就对事业重新做了规划。他要进军电影圈。王一博也得到了和影帝合作的机会。两人放在一起，梁朝伟的状态和演技都更胜一筹。他就是妥妥的电影脸。而王一博的帅气在大荧幕上就削弱不少，就导致他的表情无法更好地传达给观众。但为何要拿他和老戏骨相比呢？看过电影的都知道，王一博进步不小。
他的表演开始有层次了。金鸡奖的提名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，而且和王一博合作过的都对他赞口不绝。大佬于东提起他的时候，满眼笑意，而《长空之王》的导演也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。王一博非常敬业，主动认真学习，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明星。当然，为了更贴合角色，他开始增肌，这也是有人说他胖了的原因。8.44亿元的票房只能说合格，但这是王一博电影路上的一次尝试。去年他主演的《热烈》一片票房也很是可观，虽然不能为票房论，但这里面却能说明很多东西。观众开始为王一博的电影买单了，他已转型成功。除了影视，大家对王一博的印象就是《街舞》中的队长。在综艺中，他总是可以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在舞蹈领域，他真的闪闪发光，舞台媚而不俗，表演有生命力。身为队长，他也很细心，会一边一边的教导队员，是个不可多得的负责任的好队长。但这几年却鲜少在片场之外见到他，他消失了。但这对演员来说是好事。就王一博这2次参加活动的状态，发现他是个妥妥的爱人。但他也有自己的世界。他曾表示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尝试热爱的东西。当然了，他不轻易爱，有了就会尽全力。比如赛车，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职业赛车手，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在玩，但能做到极致也是他的本事。2019年，王一博还加入了车队。他骑车的模样好飒。王一博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。受尽争议的他早就学会了沉默。电影人、赛车手、舞者，他的身份是多变的。结语：看了王一博的过往，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何能在各个领域闪闪发光。看了他的坚持，或许可以知道为何他能成为乐华的台柱子。看了他的清醒，或许可以预见他未来的发展之路。今年才26岁的王一博真的未来可期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，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王一博作品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